北约峰会变身攀比现场，泽连斯基成了最大赢家，俄罗斯将以一国之力对抗北约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赵太观察室。为期2天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呢，在近日闭幕了。而此次峰会期间，除了存在外界意料之中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以外，北约还在乌克兰问题上持续拱火。新华社有消息说呢，北约坚持扩大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全方位的援助。尽管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多韦杰夫因此警告，距离第3次世界大战是越来越近，但不可以否认的是，北约的行为让泽连斯基成为了此次北约峰会的最大赢家。峰会期间，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呢，法国方面将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超过250公里的远程巡航导弹。而同一天，得知德国新一轮对乌援助的金额将达到7亿欧元。在这次援助的框架之下，德国提供给乌克兰武器包括2套爱国者防空导弹，以及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，还有25辆豹一型坦克等等。然而，不仅是法德，如果真的要说起来，北约峰会进行的2天时间，有将近10个国家排着队给乌克兰送惊喜。像荷兰承诺在8月份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操作 F-16，而英国呢，正式的对外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70多辆战斗和后勤车辆。与此同时呢，为挑战者2坦克来提供数千发弹药，以及提供5000万英镑用于支持设备的维修。挪威准备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备件，以及1000架的黑黄蜂微型侦察无人机在内的一系列的军事援助。而澳大利亚则是决定向德国派遣一架E-7A 的预警机保护提供给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。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如果再算上美国宣布提供的集束弹药，不仅能让乌克兰满血复活，甚至还能让乌克兰再撑一段时间。俄乌冲突的背景下，泽连斯基当局有仗着美西方的撑腰，一度喊着要对俄罗斯进行反攻行动。虽然反攻行动也展开了，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好。在这个时候，北约峰会变成了攀比现场，多国排着队给乌克兰进行援助，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俄罗斯将以一国之力对抗北约，而不得不承认这是很艰难的。当然，俄罗斯也不吃素已经有消息传出，俄罗斯方面已经做好了与北约开战的准备。而目前虽然仅仅只是传言，但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，帝国主义之手呢，从来不会是心慈手软。北约线下把俄罗斯逼得这么紧，以普京的性格，难保不会采取危险措施。当然，北约目前呢，显然是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一个后果，而泽连斯基当局更是被最大赢家包围着，已经笑疯了，又怎么会管那么多呢？但我们无法逃避战争的存在，而战争是一场残酷的考验，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勇气和牺牲。面对如今这样的局面呢，我们要做的是团结一致，为和平奋斗。总之就希望北约能够尽快的停止援乌行动，别再对俄罗斯仁慈和忍耐步步紧逼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